来 UT 再版的杀手鹰盒子的包装其实跟老版是一样的，包括这个峰会的配色也没有更换。而这回的再版变形结构并没有任何改动的地方，只是在一些配色的部分进行了一些更换，来让颜色更加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形象。人形的造型来说，其实当年以那个年代的审美来看 ，UT 的美型度还是可以的，人形的身材比例很匀称，但是也是因为当年那个技术所限，设计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。所以背包会显得很大，头雕的样子也还行，这回脸色涂了金属漆的效果。毕竟对于同期的产品来说，球与鬼 UT 可以说是最早组合起来的一套，而且是目前市面上第三方的唯一一套。后来 TFC 也出了一个，但是双头龙好像现在也都没有做好。翅膀可以延展开，展开以后的这个造型还是挺大的，上面也有涂装的效果和多段的转轴。但是当年 UT 的这个模具把玩要小心，这些爪子的地方，还有这些翅膀尖刺的部位，都是挺尖锐的，曾经还没有那么多做倒角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来先变形一下吧，打开手臂，把拳头藏进去，爪子翻下来，这个后脚趾揪出来。这一块小臂的盖子并不能完美的贴合进去啊，它撑起来手臂上边是有一个夹角的。好，全部延展开，然后把肩带的位置抠开，这个地方根部是双段关节，打开这地方的锁扣，拉下来旋转180度，我们放在这儿备用。腿部打开膝盖的整块板子。然后一个 Z 字折叠，其实跟当年的合体战争思路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再用另一个锁扣把它锁上，脚掌回归，后边还有一个脚后跟，把它顶进去。两条腿变完就可以合并夹起来了。然后身体侧面，刚才我们拉下来的这块板子，双关节的根部继续下拉，扣子对准，把这一块和小腿的侧面进行锁定。腿放下来，旋转一下，扭到正确的角度上，翻到后背来，尾巴这里是一根很长的连杆，看着挺细的，不过也是尼龙的材质，韧性还不错。我们整个把它先拉开，头部的变形，顺着这一块翻起来，然后后边的脖子翻起来，把人的脑袋藏到鸟的脖子里面去，再往上翻折，里边会有锁扣。跟脖子进行固定，卡住，整合好了这些地方，就可以把后背根据这个滑道往下压，缩下来，通过尾巴后边的这个连杆，我们穿过双腿中间的凹槽，再根据后边的两个扣子锁上。整体来看的话，其实设计的思路啊，跟当年的合体战争几乎是差不多的。背包的压缩和手臂连带侧面这块板子的上下调换位置，这个设计思路是跟碎石鲨的那种感觉差不多的，所以也算是一个统一风格吧。毕竟两个都是变成手臂，那我们来变成它的组合形态。同样很简单，继续拆开尾巴，双关节拉起来，然后整个这个滑槽顶起来，手臂这块板子抽开。这个地方还挺紧的，双关节回归，卡进中间的凹槽里去，同时侧面还有一个锁定位置，脚后跟收回来，手臂嘛，其实就跟这么团一下，叠放在这里就好了。好，两侧都给它搞过来，接着腰身的位置整个拉长，露出中间的手臂肘关节，打开双腿，掏出来带着大手。把它夹合到双腿中间的扣子里，然后翅膀叠下来，通过这一块的转轴把尾巴收上去。当然鸟头呢看自己的需求吧，也可以打开旋转180度，叠放到这边来。合体的关节在这里，我们把它歪一个90度。那么好，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，手臂也就变形完成了。
其实整体来说吧，这个变形的设计思路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也是并没有什么隐藏大手的地方，不会像现在追求一体变形的话，会把手臂变形隐藏起来，又或者说手臂能变成一个其他的东西。毕竟这款设计是9到10年前的产物，在第三方刚刚起步的那些阶段吧，那个年代的设计啊，毕竟不能和如今相提并论。但厉害就厉害在于 UT 当年的选材毒辣。你看看球与鬼只此一家，现在人都再版了，而且现在再版的价格也很便宜嘛，所以这一款杀手鹰就是这样了。稍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款周体的双头龙。